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3季第14集。这集主要讲时间跳跃的故事。中央公园湖区，众人正在这里游玩散心，突然一架飞船降临，只见一支篮球队伍从里面走出来。其队长伊森说，他们是黑人星队，长久以来，他们的星球和地球和平共处，但如今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要向人类宣战。因此，为了捍卫地球的荣誉，教授主动上前应战，结果却引来一阵嘲笑。既然如此，他只好拿出自己的原子变异超人队。别看他们其实还很小，事实上他们是原子超级男孩，只是缺少一种叫做时光子的时间粒子。这种粒子在风暴星云，快递小队即刻出发，来到目的地，莉拉和班德都在很认真的收集粒子，只有弗莱心不在焉，在他眼里逗莉拉开心才是大事儿。可莉拉并不想理他，这让弗莱十分郁闷。他搞不懂莉拉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爱视而不见。事实上，莉拉只想让他先关心一下班德。回到公司，待教授给超级男孩吃了粒子后，男孩们立马变成了一支原子变异超人队。于是篮球比赛终于能够开始了。赛场上，黑人星队依旧嘲笑人类，利用一些下流手段获得进球机会。不过好在超人队非常厉害。一会儿中场休息时间到，上半场以超人队48比42领先。主持人问伊森对于落后的比分有何感想，伊森回答：没问题，我们一直打算在上半场落后，这样在最后就能增加对地球的侮辱。说完，比赛继续，但却出了一点小状况。教授赶紧叫停比赛。原来大家都在时间里做随机跳跃，究其原因，可能和教授用粒子加速超人成长有关，这使得时间和空间在接口处被扯开，使得超人队无故损失一人。对此，弗莱推荐自己作为替补上场，以好在莉拉面前大显身手。因为时间还剩下2分钟，而超人队领先35分，他认为无论如何地球也不可能会输。话还没说完，时间又出现随机跳跃，最终黑人星队以244比86的成绩大获全胜。莉拉呵斥弗莱又把事情搞砸了。后来由于时间崩溃极其严重，他可能会毁了所有的现实矩阵。恰好伊森是高中物理老师，所以他决定帮助教授一起调查这件事儿。眼看时间本身的稳定性已经被破坏，照这样的速度，星期2会变成星期4，星期3会变成8月份，星期4会变成世界末日。更神奇的是，在时间跳跃的时候，人们依然表现如常，只是在事后不记得了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伊森和教授寻找解决方法，班德鉴于崇拜伊森，也跟随二人的脚步。时间跳跃的越来越快，不知不觉，艾米和约翰已经过了生日。弗莱继续讨莉拉欢心，为此他专门在衣柜里搞了一个防时间流逝的避难所，因为当他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时间就会静止。其实莉拉知道弗莱很好，她喜欢他孩子气的魅力，不过也讨厌他的幼稚。这时通过文远镜，教授找到时间星云。原来在快递小队摘取时光子的时候，星云就变得不稳定，由此导致了全宇宙的时间跳跃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篮球是时间粒子，那么他撞击班德，让班德产生的坑就是时间跳跃。不仅如此，伊森还打算把星云移到宇宙空旷的一边，这也许能解决时间跳跃的问题。可移动星云需要一个超级重力泵，超级重力泵又要用到地球上的所有基金来造。好在由于时间跳跃，这一切都很快被解决，就连重力泵装船也被快速完成。最后重力泵刚好围住整个星云。莉拉以为时间已经停止跳跃了，就没回地球做测试。班德为了庆祝这次行动成功，拿出了自制的黑人星队队服给伊森看。弗莱则拿出香槟为莉拉庆祝，顺便再向他表明自己的心意。结果莉拉还是被拒绝，趁着他去教班德做纸杯蛋糕。伊森告诉弗莱，如果想让莉拉喜欢自己，就要用惊喜赢得莉拉的心。因此弗莱坐上驾驶位，开始操控重力泵，然后借此让莉拉爱上自己，并跟自己结婚。但莉拉完全不记得此事，原来时间跳跃根本没有停止，这让莉拉觉得弗莱一定在香槟里下了药。弗莱否认，却依然不能制止莉拉离婚的决定，他伤心欲绝。班德没能加入黑人星队也很难过。更令人头疼的是，弗莱想不出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获得莉拉的芳心。时间跳跃也比之前更严重，时间正在以每次数10年的时间跳跃。教授想要不把整片星云炸掉，可如果星云爆炸，那威力足以毁掉半个宇宙。不过可以让球员们调整一下爆炸威力，从而制造一个内爆破，内爆破会形成一个黑洞，能够防止更多的时光子溢出。伊森却说，引发那样规模的内爆破需要一个末日机器，这个嘛，山人自有妙计。刚好教授有一个末日机器，伊森看后立刻高兴宣布，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黑人星队的荣誉队员。接着伊森带着队员离开，班德队没能加入他的队伍，难过的流泪。伤心的他拿着末日机器去炸星云。弗莱为婚礼的事向莉拉道歉，莉拉接受他的道歉，表示2个人永远都是朋友。
有。待班德安装好末日机器，莉拉本想把飞船开到安全的地方，可看弗赖如此难过，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，自己则去引爆末日机器，因此让弗赖发现莉拉爱上自己的原因。而莉拉直到星云毁灭都没有能看到这一幕，看见弗赖给自己的惊喜。或许有时候爱情就是这般无奈吧，明明为所爱之人做了那么多，可他就是看不见，可能是真没看见，也可能是选择性没看见。尽管错过这一幕，可无论以后弗赖再做什么，都无法让莉拉再爱上自己。但这就是爱情，不是吗？倘若为了有所求才去做，那又算哪门子的爱情？即使一遍一遍被拒绝，弗赖仍然没有放弃莉拉。俗话说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但纵使千帆过尽，依然有人在意那枝花。爱情可能真的就是我非你不可，没有更好的。就像在弗赖眼里，莉拉就是最好的，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可大多数人总是只会记得自己翻山越岭去找的人，而不会记住翻山越岭来找自己的人。让你失望的人绝对不会只让你失望一次，所以能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